蛇灵隧道，看10大怪传之内，修炼这里已经折损了30多名夜游神，不知道这一次又是哪个倒霉蛋进去了。完成灵境试炼任务。终于回来了。外婆，园子回来啦！我肚子好饿啊！来吃饭吧，张元清，你给我过来！我还是回灵境吧。行者呢，在去年的88大上其实只发布了一个动态海报，但是呢，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PV， 而且这个 PV 呢，它是从正片里面选取的，所以其实我们动画制作进度还蛮长的。所以呢，今年我们跟作者去蕊这些进度，包括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心里是比较有底气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临近行者的主创团队，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临近行者的导演潘伟。Hello， 大家好，我是换位数码的项目总监焦翔。Hello， 大家好，我是临近的制片人秀宇。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整体进入到制作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是吧，秀宇？差不多。那今年咱们带着整体的内容，然后去跟作者老师沟通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底气变得比较足了。那跟老师一轮又一轮的沟通中的话，其实大家有对临近这个项目的开发有变得更加的笃定吗？可以分享一下。有的。其实确实去年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安，因为只有一张海报。那今年的话，其实还是能跟大家非常硬气的去分享一些临近最新的消息。那在最早接触到临近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主创团队就在想，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部作品，以及我们到底怎么去提炼临近它独有的特质。从刚才的 PV 中，我相信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临近和腾讯视频过往的一些作品的调性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会发现说，好像现在观众其实他不太满足于我只看玄幻类的作品了。那在这个需求下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寻找到现在的新的观众们他喜欢什么样的新的类型的内容。那这里的话，其实我比较想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奇。奇的话其实代表着是奇幻惊奇，临近的故事的话其实充满了惊奇冒险。我们也希望说临近能成为这个赛道上的一个标杆性的作品。那为了这个目标的话，其实当时我们也是找到业内的比较优秀的制作团队换位数码的老师们跟我们一起去共创这个内容，然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对我们今天的 PV 感到开心。好的，潘导，其实在接到临近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或者说作为一个导演，你希望就是说去呈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临近行者呢？我认为呢，小说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精髓呢，是值得我们去展现的。比如呢，它有非常独特跟新颖的这个副本的设定，而且还有非常精彩跟刺激的这个案件，还有生动鲜明的这个角色。还有当然有那个麦包老师幽默风趣的这种文风嘛。那其中呢，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个小说的副本的设定，有灵异的、悬疑的、历史的、神话的。这个小说的副本呢非常的多元，然后其中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他喜欢的一些玩法。
比如呢那个金水乐园这个副本呢，它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狼人杀游戏。我们呢是设计了整套的这个临近副本的视觉体系，希望能够通过镜头和叙事呢，结合色彩和音乐，向观众呈现一个绚丽多彩的临近世界。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情绪跟节奏上，临近呢，它其实也跟以往的别的作品不太一样。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呢，是放大了副本故事的一个紧张感，比如灵异副本的奇诡，还有案件的悬疑，以及生死冒险的时候经历的危机，它可以时刻的去调动观众的一个情绪。那快节奏的有难点的爆发，那慢节奏中我们又会注意这个诙谐幽默的这些日常，那实现呢就是张弛有度，兼顾了爽感与这个叙事深度。其实临近的人物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说中间有社交恐怖分子张云清，还有努力超越天赋的付清扬，还有大家非常欢迎的喜欢的御姐老司机关雅、疯批紫砂宫公主等。然后这些主角形象个个都非常丰满，然后配角的性格呢也非常鲜明，阵营对抗，但是呢又并非是纯粹的正邪对立。是的，那在临近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正义的一方也有尔虞我诈的，邪恶的一方呢也有很多的迫不得已吧。那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呢，还是比较错综复杂的，而且还充满了温情。其实呢，这个小说中大多数的这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我们面对未知的这个危险和困境的时候，都会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跟超越自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其实刚刚在看 PV 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其实有比较潮流的现代的这种风格，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古朴典雅的这种古装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嘛。那在这种比较多样的美术设计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去平衡这些视觉的呈现的呢？我们的美术上有哪些小巧思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对。那这次的这个临近的美术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心思去探索的。在人物的设计上，更多的是抓住特点吧，然后去符合原著，符合大家心目中的角色的一个形象。那在场景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主要是要做出差别。临近的这个世界呢，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奇幻，而现实世界我们则追求一个真实吧。今天我们也带了一些正在做的这个美术设定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这个是3道山娘娘庙，这娘娘殿呢，这个历经了1000年，依然呢宏伟。这个殿前有那个香炉，它有直冲天际的这个流香啊，它代表了天地合一，也代表了古代修士呢对这个长生的一个追求跟渴望吧。然后这个是鬼新娘的宅院。这个我们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廊桥的结构，而且还结合了一个就是奈何桥和那个忘川水的民间传说。池水里面呢，它开的是永生花，能够连通阴阳两界。这是乐民别墅，突出了一个黑暗奢华的一个哥特风格吧。这一根根的立柱啊，就像一个囚笼。那我们的守序阵营的临近行者们将在这里被围困。陷入一场苦战。这个是404房间，它表面上呢是一个正常的客房，但实际上是一个压制束缚无痕大师内心心魔的这么一个结界。我们制作组呢还在制作过程中开玩笑说这里是一个烧烤架。这个巨大的这个神魔两面呢，象征了这个无痕他一个善恶矛盾的一个内心吧。那无痕大师把自己呢，就是封印在这个奇幻的空间里面去进行一个自我救赎。这个是暗夜大厅，也是我们反派的大本营。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碎裂的月亮，这是与主角的黑色圆月呢互相呼应的。反派林拓呢与主角张延清在正邪宿命的宿命感会被拉满。这里可以提醒一下观众，我们刚才在放的 PV 中间的场景中也藏了一个彩蛋，期待大家去踊跃的发现。好的，我接下来其实
有背的一个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观众听完之后，哎，会不会觉得我们平时的沟通有点太直接，或者说是有一点太令人害怕了？但确确实实是，我们其实会在一开始项目前期跟团队聊蛮多的，就是说换为此前的成名作比较多的都是传统的玄幻嘛，对吧？那现在是要转型做都市异能了吧，对吧？那在做转型的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其实还蛮想让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是做了哪些准备，或者说一直在被所有人折磨的点是什么呢？确实挺尖锐的。幻维数码呢，从2016年的第一个斗破苍穹的特别篇开始呢，深耕国漫动画将近有10年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1000人的制作团队。当然制作了很多广受欢迎的番剧作品。当然虽然说其中呢玄幻的作品居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这种探索新的类型的步伐。所以说这次呢很有幸的呢能参与到临近行者这个项目制作中，我们也在这个项目里面引进了电影级别项目的艺术总监，让他帮我们梳理了角色场景等等的设计方案。然后在重点情节上面呢，我们在剧本环节就提前做好了视效的规划，包含镜头语言、色彩风格，包括特效设计等。然后模型上，大家在刚才的 PV 中可能已经能够看到了，无论是角色的质感还是场景的精度，都相较以前作品有比较大的提升。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是内容上面，我们跟麦包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也在他那里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我们希望在整个幻维数码整个团队的努力下，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非常棒的临近行者的世界。对，其实在项目开发中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非常感谢麦包老师的一个帮助，因为其实在前期的创作过程中，他其实给了蛮多很直接的一些建议的。可能说这些建议可能听到1-2个词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尖锐，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他的直言不讳的，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清晰，就在临近行者上我们想要去表达什么，以及想给观众带来什么。其实今天的话，麦包老师也准备了一个祝福的 VCR 视频给大家，请看大屏幕。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小郎君。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临近的动画马上就要跟我们见面了，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前几天呢，我受邀去制作公司看了几集临近的样片，制作团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书里面的各个角色以及惊险刺激的副本都得到了极大的还原。作为作者本人，我对视频的这个改编是相当满意的。同时呢，也希望他能尽早跟大家见面。大家书中所熟悉的那些人物，像光雅、夏侯傲天、狗长老、父亲羊，当然还有我们原始天尊。希望这些人物能够跟大家尽早的以另一种形式产生互动和见面，敬请期待。感谢老师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主创团队的分享，期待26年上线，应该可以吧？努力。OK， 加油！加油！